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美事儿？你刚抢了我的聚宝盆，还想让我给你打折开绿灯？今天呢，咱们就扒一扒巴拿马总统最近被中国组合拳揍疼后的跨国认怂大戏。就在5月28号啊，巴拿马总统在他们的新闻发布会上突然换了一副面孔。大伙儿要知道啊，就在几个月前，这哥们儿啊提起中国的时候还是梗着脖子啊，一脸横肉的傲慢样。可是到了这周四，他坐在台上面对长枪短炮，那语气软到像刚出锅的年糕，甚至隐隐约约带着一丝丝的憋屈和求饶的意思。他跟台下的记者们嘟囔了这么一段话，大意是：哎呀，中方可能对我们这儿的情况有点误会，不知道我们最高法院做出那个判决的苦衷。我们最近已经付出了极其巨大且深入的努力去跟中国解释了。我打心眼里希望咱们接下来关于最惠国待遇协议和港口事务的谈判能给双方的关系铺平道路。我们真的希望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能像以前一样正常营业，希望跟中国的紧张局势赶紧降温，大家坐下来保持有尊重的对话。听听这动人的小调门，不知道呢还以为巴拿马受了多大委屈呢。肯定有人好奇了啊，这巴拿马前阵子不是挺嚣张的吗？怎么突然之间总统亲自出来公开服软了？这中间到底发生啥了呀？我跟你们交个底儿啊，这压根儿不是他们突然良心发现了，而咱们中国在背后甩出的反制组合拳，真正砸到他们的马骨上。这帮拉美老表是真的被整疼了。要看懂巴拿马总统今天为什么哭穷，咱们得把他们干的荒唐事儿大概说一下。巴拿马是个靠运河吃饭的国家，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是他们的命门。这些年啊，中企投重建把这里建成了全球的顶级枢纽。然而2020年的1月，巴拿马政府在西方势力的怂恿下，突然单方面撕毁了合同，强行剥夺了中企的运营权。不仅如此啊，还通过所谓的争议判决，要把中国投资全盘吞没。这简直就是典型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啊！巴拿马政府觉得中国离得远，只能抗议，结果他们彻底低估了中国如今的铁血反制。巴拿马明抢之后，中国是怎么反击的？咱没有去跟他们泼妇骂街啊，也没有去国际法庭扯不完的皮。中国直接使出了2招极具东方智慧的硬气反制。用大白话总结就是：行，你既然不守规矩，那咱们就按你的规矩来，我不跟你玩了。中国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中资背景的巨型航运公司、庞大的货轮船队全面暂停在涉事2个港口的业务。大伙儿可能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哦。在今天的国际海运市场上，中国是全球第1大贸易国，全世界大大小小的集装箱有很大一部分呢都是中国制造的、中国运输的。中资船队一停业务，这2个被巴拿马强行抢过去的港口瞬间就变成了鬼市。那没有了中国的货轮，你光守着2座空码头，连地勤人员的工资都发不起，还谈什么赚大钱？如果说中资停靠只是让巴拿马肉疼，那第2招直接是奔着他们亲命去的。这就不得不提到总统嘴里面念念不忘的那个最惠国待遇协议。这个协议的正式名称叫中巴海上运输协定，是2017年2国刚建交没多久是签署的。那这里呢有一个冷知识就是巴拿马这个国家呢，它是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商船注册船队之一。啥叫注册船队呢？简单来说就是全世界大量的超级邮轮、散货船、集装箱船，虽然这个老板可能是美国人、欧洲人或者是日本人，但是为了省税、逃避繁琐的检查，他们都会把船只的国籍注册在巴拿马，挂上巴拿马的国旗，这就是航运界大名鼎鼎的方便旗。那挂了巴拿马旗，这些船呢就得给巴拿马政府交管理费啦、注册费啦，这是巴拿马除了运河过路费之外最大的一笔躺赚财政收入。而2017年中国跟他签署的这个海上运输协定，给了巴拿马最惠国地位。也就是说只要你这艘船挂了巴拿马的旗，进了我们中国的港口，就能享受各种吨税优惠和绿色通道，能省大笔大笔的真金白银。那全世界的船东一听，挂巴拿马旗进中国能省这么多钱啊，那还等啥？赶紧去巴拿马登记啊！这就极大刺激了巴拿马的航运业。可是这个老天爷给赏饭吃的协议，偏偏在2026年到期了。
现在呢是2020年的5月底，续签的谈判桌已经支起来了。中国代表坐在椅子上，冷冷的看着巴拿马，就是不签字。中国的意思很明白啊，你1月份刚砸了我的2个港口，5月份还想让我继续给你这几千艘船打折，你当我是开善堂的，还是觉得我记性不好啊？那这下巴拿马彻底慌了呀！如果这个协议不能续签，全天下挂巴拿马旗的货轮进中国全部都要交高额的惩罚性税款。船东可不是傻子啊，谁会为了你巴拿马去跟中国交冤枉税啊？到时候大家连夜把巴拿马旗给摘了，改挂其他国家的国旗，巴拿马的这条财政大腿瞬间就会被生生做断。那眼看着2026年过了一半了，经济数字一路拉稀，国内的航运大佬天天堵在总统门口骂街。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坐不住了呀，他赶紧派出了外长去跟中方接触。这次会面回来后呢，巴拿马外长在接受采访时，那话说的那叫一个春风化雨啊。他说：“哎呀，双方都没想继续升级矛盾，我们要深化务实合作，保持尊重对话。”那虽然中国外交部对他这种强行挽尊的说法未予证实，但是从官方声明里，咱们能看出中方给他们上了2堂硬核思想政治课。在这次外长会谈中，中方罕见地突出了一个外界很少关注的历史细节：中国劳工当年对于巴拿马运河和铁路的修建，那是功不可没的。中国在2026年的今天重提这段历史大白话就是：别以为巴拿马运河是你自己充值送的，如果没有当年我们中国工人的命，你今天连坐在这儿收过路费的资格都没有。不管是历史上还是现在在运河和港口的问题上，中国都有绝对的话语权。那除了历史原因，穆利诺政府呢，现在还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国内政治火烧屁股的问题——选票。由于从19世纪开始的移民历史现在的巴拿马大概有20万到35万的华裔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5%到14%，这是整个中美洲规模最大的华人社区。在巴拿马的政治格局里穆利诺所在的左翼政党过去非常依赖这些华裔选民的支持，那现在因为这个政府脑子进水，单方面挑起了对华争端，导致中资企业受损，国内经济下滑。巴拿马本地的华人社团和选民能乐意吗？大家纷纷表示你端着我们的饭碗去砸中国人的锅，下次选举你还想让我们投你，做你的大头梦去吧。经济上被断奶，政治上被选民戳脊梁骨，穆利诺这才急火攻心，在5月28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喊话。他现在的狐狸尾巴露得很明显他想玩一出和稀泥的政治大戏。他公开表示，希望把最惠国海运协议的续签和2个港口的争端放在同一张谈判桌上。说白了他就是想把这2件事绑在一起处理。他想跟中国求情，大哥，你看我态度这么好，还重申了恪守一中原则。要不这样子，你先把海运协定给我续了，让那些大货轮重新回到我的码头交规费，缓和一下气氛。至于被我们最高法院抢走那2个港口的运营权，咱们以后慢慢讨论，行不？面对巴拿马总统这种小聪明，中国是什么态度呢？咱们外交部官方声明的2句话，直接封死他们所有的退路。大白话呢，其实就是3个意思。第一，别想吃白食，我们企业去那儿是搞建设的，不是去当冤大头的。你想不归还港口运营权，也不赔偿中国企业的巨额损失，就凭着嘴皮子碰一碰，说几句对华友好的软话，就想把这事糊弄过去，没门儿！切实维护中方企业权益这9个字不是说给你听的，是让你拿去落实的。不把港口的问题彻底解决，拿出一个让中方满意的方案，你想续签海运协议，门都没有。第二，别拿美国当挡箭牌。穆利诺在5月28号的另一篇报道里还特意欲盖弥彰的补了一句巴拿马做出的决定绝对没有受到美国的压力。中国一听就乐了你在这此地无银300两呢？排除外部干扰这句话就是点你名呢。谁不知道你背后那点小九九我们不管你背后是美国还是天王老子，谁干扰了中资企业的利益，谁就得承担后果。还有第三，这是原则问题，绝不退让。那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这不仅仅是2个运河的港口几个亿美元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中国海外企业合法权益的标志性事件。那如果今天巴拿马明抢了中国企业的资产，中国用嘴抗议一下就过去了，海运优惠呢还照样给他，那全世界其他那些动不动就想赖账、想搞国有化、想巴结西方的中小国家一看，
哟，中国这么好欺负呀？那我明天也把中资建的铁路啊、港口啊、电厂给没收了，然后跟中国说几句好话就行了。这口子一旦开了，中国企业以后在海外还怎么做生意啊？哎，我们的海外资产安全还怎么保障啊？所以啊，巴拿马想把海运合作和港口争议分开处理，搞切片疗法，中国绝对不会答应。这两件事啊，在中国的逻辑里是死死的绑定在一起的。这个事儿聊到这儿，大伙儿应该都看明白了。巴拿马这场长达数月的港口风波，演到2020年的5月份的今天，已经进入了最微妙的角力期。巴拿马原本以为自己捏着运河这个国际香饽饽啊，可以随意拿捏中资企业，结果一脚踢到钢板上，被中国不声不响的市场大棒和协定长枪给围在墙角，动弹不得。现在的局势很明朗啊，主导权完全在中国手里。你巴拿马如果想继续抱着那2个抢来的港口死不松口，不给中资企业一个满意的交代和赔偿，那咱们就耗着呀，看看到底是14亿人口、全球第1贸易大国的中国等得起，还是你那个靠挂靠方便骑锅子的巴拿马熬得住。